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现在已经是7月初，盛夏一年最热的时候了。对，最近的温度，华氏度都将近100度，然后摄氏度也37、8度，每天都很热。对，所以我们刚好就趁热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夏天在房车里，既节能又舒适的度过这种过好这个夏天。对，过好炎热的天气。那我们开始吧。先给大家介绍这个第一点，最重要一点就是目的地的选择。就众所周知，这个海拔越高，就会越凉快。这个海拔每上升1000米，然后温度会下降3到6摄氏度。所以就是如果在你有选择的情况下，尽量选择这种高山，去夏天活动，肯定会更凉快一些。就像我们在洛杉矶来说吧，然后我们经常会去到那个395公路那边有很多高山，然后就会凉快很多。除了高山的选择呢，然后我们还能选择一些有湖泊的地方，就像我们这次的目的地的选择。大家看一下，这边就是湖，看到了吗？然后我们在这边呢，最近的温度都是，我看天气预报嘛，都是36到38度中间，但是在这边的体感温度呢，可能我感觉只有34、33度，就这些大湖啊、大河啊，它会降低这附近的温度，大概2到3度。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实在没有高山的选择，当然高山加湖泊肯定是最完美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高山呢，就尽量选择一些像这种有湖的地方、有溪的地方、有河的地方，也会相对于来说凉快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你停车的选择吧，你可以看我们这边后面都有树。当你车能被树荫覆盖的时候，它会凉快很多，尤其是下午，西晒，如果能被树荫挡住的话，你整个车里会好很多。就像我们这边是一个，我们这算是个啥？是个遮了一半，只有车前是冲着没有树荫的地方，但是也好很多。所以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被树遮着。是最凉快的。对，我们这边基本上除了早上能晒到一些阳光，中午、下午一直都是被树荫遮蔽着的，然后就凉快很多。因为我遛狗嘛，经常会遛到这些完全没有树荫的地方，特别热。就包括你看远处那个房车，它就停在一个完全没有树荫的地方，那它真的就是完全晒一天。而它那会儿还是下午，你看，对，这还是西晒。然后它整个房车的侧面是西晒直接晒透的，所以如果你实在是没有树荫的话，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停车的角度，尽量不要让车体的整个大的侧面被西晒垂直晒到。就当然是你车能选的情况下，你就尽量挑选这些能遮住的地方。但有时候你像我们进到这种营地，你去之前你可以在 Google Map 上确认它这个树木的覆盖情况，但是有时候到了营地你会发现你没办法，你就这一个位置，只有这个位置能停，所以你不停不行。那就听天由命了。对，所以我们以上说的这个高山、湖泊，还有这个树荫、停车方向，这都是自然因素，在你有选择的情况下。对，有选择这样自然因素吧。对。然后呢，就说到这个营地的选择上，就大家尽量夏天选择这种 full service 的，有电，然后有水，有上下水的。这样就是有电，你的空调可以24小时一直打开，然后上下水你也可以方便洗澡、排水。对，因为没有用电焦虑了，我就可以一直开着空调。否则的话就靠电池，大夏天这么热，根本撑不了多久。你靠电池，尤其是你要再找有遮阳的地方，你头顶的那个太阳能板根本没办法正常工作。对，所以你那个电池只能开空调1-2小时，哪受得了啊？是。而且夏天你随便干活，set up 一下你一身汗，就必须得洗澡了。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夏天一天就要洗2次澡，然后你这水箱很快满了也不方便，所以就尤其像我们这种长期住在房车里的话，肯定是要在这种天气找一个 full service 营地。应该 full service。但我们路上确实是路过一些没有 full service 的营地，那种我们就只是作为过路住个1天或2天。对，就是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优先选择 full service， 尤其在这种天气。那我们在那个 Campdim 上面找营地的时候，上面都有写，会写，它有时候会，它会写有 service，
或者是 partial hook up， 或者是 no service。对，他一般说 partial hook up 的时候就要小心了，看它是没有电还是没有下水。那一般写 partial hook up 的话，就只是没有下水，没有下水，不会说没有电。一般营地是，要不然 dry camping 是什么都没有，对，要不然就是 partial hook up， 一般是有电，或者是有电加有上水，一般都是没有下水的，或者是没有水有电，这也有，但不可能出现是有个下水，它没有上水或者没有电，对，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对，就很奇怪，对呀、给你弄个下水道不给你电。对，所以反正就是定营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了，要选好这个有没有 service。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遮阳棚。这房车这个 awning 的遮阳棚呢，就是在夏天能打开的时候就尽量把它打开。当它打开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很大一个就是阴影面积，这个阴影就会整个遮挡住你房车的这个侧壁，还有侧面这些很多窗户。这样一般房车是在这个入口这一侧，就是进门这一侧有一个大的遮阳棚。你看，就像我们这个，它可以从尾巴一直遮到中间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就是卧室这一块这个大的窗户，遮阳棚就遮不到了。我们在里边就感觉很明显，没有开遮阳棚，太阳晒着的时候，里边的墙都是热的，然后那些窗户的框都是烫的。但是打开遮阳棚之后，这个墙体不被直接晒到，温度立马就没有那么高了。对啊，没有直射了，太阳都被这个遮阳棚挡出去了。还有这个就是开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这种开的角度，你要看一下那个你怎么样打开它能遮到最大的面积。然后还有夏天开的时候要小心，有风的时候要把它收起来。所以就像你比如说每天都看一下天气预报，如果有风的话，就最好把它收起来，就不要为了那一点遮阳把整个 awning 搞坏掉。对，它可能会被大风吹坏。对，会刮断。还有它这些 awning 在这边都是可以调角度的。你看我后面就是比前面低，这样就是当有暴雨有雨的时候，雨会顺着那边低的地方就流出去了，就不会积水。如果你不调的话，就水会当雨大的时候，它会全部落在中间，中间就会压下来，压厉害的会把它压塌、压破掉。对，基本上你看这些那边的邻居也是，大家的这个遮阳棚，这个awning都是斜着开的。然后我们去看看邻居的那个遮阳棚。遮阳棚肯定越多越好。你可以看我们的 slide 上面就没有。其实 在 slide 上面也是可以装一个跟着 slide 一起滑出来一个遮阳棚的，一个小的遮阳棚。因为其实 slide 的墙壁是比这个房车主要这些墙壁是要薄的，所以就是在最热的时候，我能感觉到 slide 上面是比其他地方会热的。所以你要装一个那个的话 ，slide 上面遮一下也会好一些。对，而且 slide 上面再加一个那种遮阳棚awning，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挡那些落叶之类的，挡一些落叶。但是它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缺点，就是那个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前面那个大awning你可以调角度，下雨的时候雨会从一边流下去，但是那个就不行，那个就会所有的重量还会存水，然后会给你的 slide 增加重量。对，所以像我们这种 heavy duty 的是可以装没问题，那有些那种小房车，就我们原来那种。它承受不了那么大力量，你还天天让很重的力量压在上面，所以就容易出问题。我们之前Winnebago 其实装过，自己装了一个，然后因为它 slide 出问题了嘛，我们以为是被那个上面的awning搞的，所以我们直接就拆了扔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在路上参见我们之前的那条视频，扔了300刀。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邻居这个，他们在自己的这个awning侧面又加装了这些纱帘，黑色纱网。在侧面他们加装有，但他们家前面没有完全拉住。有些房车他们会在正面拉一个很大的，一直接到地上，就拓展自己的这个遮阳面积。对，就是那些房车就会从房车上面就把那个支起来，就是从awning的接着awning的尾端。就一直拉到地上，然后把这个整个侧面罩起来，然后末端就固定在地上，就有点像帐篷的那种感觉。这就是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停靠，夏天的话，那个我觉得是有必要用的。它的思路就是给房车再搭个帐篷罩起来，对，避免直晒，就一点光都不让它进来。对，我们之前在 Arizona 的时候，很多冬天都有很多车那么遮着。我感觉他们可能就是一直都没摘。
所以它应该是常住，而且Arizona 那边确实太晒了，晒，那边也没啥树，就在大沙漠里边，对，特别晒。然后那个我看有黑色的网子，还有一些用的就是土色的那种网子。土色的，这黑色的是最有效的，因为黑色它自己还吸热，它本身我感觉会隔绝一些热量。对，所以我们因为要基本上每周或每2周都要换地方，我们就不弄这一项了。对，我们就不弄这些了，这些收起来比较麻烦，而且比较占地方。我们现在进到了房车内部。然后现在开始先讲一下这个空调夏天的使用。大家看，一般房车空调它都是有一个这种滤芯儿，就每个人的滤芯都不太一样。就我这种的呢，这个是Furrion 的空调叫 Furrion， 然后他们的滤芯是这种黑色纱网的，所以你就在很多地方你可以买到这个，就是有时候你可以把它自己清洗一下，你看上面的这些灰尘。哎呀，好多灰了。就是它这儿呢是用进气准备的，给这个准备的滤芯，就是当你这个滤芯被所有灰尘遮盖了以后，你的进气量会减少，你进气量减少就相对于来说你的出气量也会变小，所以这个网要定期清理。我一般是1个月清理1次，然后我还买了一卷替换的。我看它又有灰了。对，有灰了，该清了。你看，我买了一卷替换，我上一次是洗了一下，因为这点没到。这一次就可以直接把它扔掉，用这个替换直接换上去就行了。所以就是看你们自己，当然你这个清理也不能用清理也清理不了多少次，你也其实也该换新了。对，这是空调其中一个。空调第2项呢，就是在这边出风，你看它这儿有一个波澜，拨开以后这边应该会出来很大的风，但是我们这儿拨开呢没有风，因为什么情况呢？它从这儿吸进去气以后换到外面，从外面再进来一股新的气，在那边制冷以后。它会从这儿冲下来，然后这边2边是这个房车内部的所有这种通风管道。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出风口，就是它从这2边的出风口会到达这儿，然后还有那个卧室里面那些出风口。所以还有一个，都是这种圆圆的出风口。所以呢，就是我做了什么改装呢？我又装了一个那种风道，我都装完了，我才想起来应该拍一下啊。这是夏天对空调的一个改装。这空调这儿本来是有个出风口的，然后你给它打开后，风就直接从这儿冲下来。但是呢，这个2侧一边是有一个那个空调的管道，把这个风送到各这种出风口。它这边就做了一个腔体，一个空的空间，然后底下就靠一个平的一个这个塑料的大框。就这个东西来阻挡这个风，它是没有任何这种 insulation 这种设计的，所以就是如果风在这个空间停留的话，它一个是会减少，就温度会变高；二一个呢，这个风在这个空间会，然后这样子靠这个阻力去往2个风道的话，它这个风也会变小，然后你这些出风口的风速都会变小。然后我装了个什么呢？就直接有一个管道，然后堵在它那个出风口下面，然后把这个风直接通过这个管道送向2边的那个出风口，这样子呢就会大大增加这些风口的这个风的流量。我在网上看，就是说大概效果好的会增加60%，最差的也有40%，这样就会让你这个空调让整个房车凉得特别快，大概这个意思。然后他还给了这些insulation 这些 tape， 我就会把它贴在这些边边，然后确保这个风就只是从这2个管道过去，这样就可以了。这很简单，这个如果你选对的话，你大概装这个玩意儿只用半个小时吧，最多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最后把这个盖子盖上去就好了。这会儿已经装好了，但是其实你装这个呢，会损失一个最大的功能，因为很多这种空调中间这都有一个可以打开，风可以从这儿送下来，这样子就是通过各个出风口的风就会变小很多，它可以让客厅快速凉下来。但是装这个的好处就是让其他的流速大大降低，
来大大提升。两个好处呢，一个就是这边空调，我觉得装了之后就比没装的时候要安静很多，因为它这个风道直接就送向两边了，它风不会在这儿多余的就流动。这儿有时候可能不关严啊或者什么，会产生一些那种风呲溜呲溜的声音，就是一些杂音噪音。二一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房车里怎么讲呢？怎么样会更凉快呢？就是这个空气的流动，它增加了这些出风口的所有的流速，这样也会大大增加你整个房车的空气的流动。这样子呢，你的房车会凉得更快，而且也不至于就是那么热。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吧，比较适合房车只有一个空调的，但是有很多，比如说有两个房间。加了那个东西之后，风就很效率的分向两边的出风口。对，它就立马分向两边，通过管道。对，所以就是你所有这些出风口，它们大概可以提升的流速，就是大概提升30%到40%的流速。所以加了那个分流器之后，一个是噪音减小了，另外一个就是出风口各出的导出效率导出的更高的风了。所以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外头34度、35度，现在屋里只有24度，就这一会儿它测出来的。之前就是在热的情况下，我记得也是35、6度的时候，没有装这个的时候，我们在上个营地华盛顿的时候，车里的温度要到27度左右，所以就提升了很大的效率。所以这个改装很有必要。就在我的了解之下，美国现在在做这个空调改装的这个厂家有2家，一个是呢这个我用的这个厂家名字叫CoRV，他们的改装方案呢就是一个3向的管子，然后大头接在主管道，分到2个小管道上，这是他们的方案。这种方案的优势呢，我觉得就是比较便于安装了，比较简单，而且也不太占空间，而他们的价格是另外一家的1半，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挺有性价比的。这个呢是另外一家，名字叫 Airflow System， 他们的优势在哪儿呢？你看他们的这个材料是这种塑料泡沫，它这种材料呢就是隔音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他们的缺点也很明显。你看他们这个是一整个方块，你要想塞到自己这个房车的这个空调里面是挺不容易的，而且想把这个各个口做好密封，我觉得也是比较难的，所以这个在安装上有一定难度，而且它比那个贵了1半的价格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然后房车夏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帮手，就是这个风扇。我们有空调，为什么还需要风扇呢？就是增加这整个房屋的这个空气流通。这个风扇呢，它一个能耗低，二一个就是它更安静。然后当你房间就流通的更好的时候，然后那个也会更凉快一些。对，让这个凉气都流通到房间的各个角落。因为其实我们客厅相对卧室就更凉快，因为客厅有4个这种空调的出气口。因为它主要是其实是它离这个主机更近一点，它送的风就更大一点。它本身风就比较凉，它送的风又多，损失的也比较少。但是我们的你看这个，这儿有一个窄窄的走廊，窄窄走廊连接到卧室，卧室就只有1个出风口。还有一个最主要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营地，我们刚好设的就是前面，就是卧室的位置，再加上前面又比较晒，所以整个卧室现在比客厅要凉，就是要热很多。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小风扇放到就走廊这一块，把这个客厅的凉风往卧室里吹。对，然后在卧室的地面还会再放一个风扇，把里面的热气送出来。对，然后形成一个循环吧。循环。对，当你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以后，你会感觉凉快很多。所以这个风扇也是很重要。你看这小小的风扇，这风扇10块钱 ，Costco 买的哈，这是沃尔玛买的。然后这儿还有个小的。对，这个风扇呢，就是我们一年四季都在我们一年四季都在用它。它其实是一个制热的，冬天用它吹热暖气机，对，它还带一个风扇。夏天就把它当风扇用，冬天把它制热。对，它很好用。
所以我们这个房车上就配了2个风扇。2个风扇，对。当然你有些人还喜欢买那种摇头的风扇，大一点的，立到那儿。那我觉得要占地方。对，没那么大，我觉得不太好收纳。2个小的，2个小的真的感觉帮助很大，也很够用了。也基本够用了。然后下一项呢，我们要讲一下，就是你房间里的这些电器，在夏天的时候，就是能不用就尽量不用，就是因为这些电视它会散热的很厉害，它会散发很多热量。然后还有像这些微波炉还好了，然后炉子、烤箱最可怕了，我跟你说，它会热1天。每一次用完烤箱，就整个这个区域，然后包括后边的墙，都是感觉温度很高，而且它很慢，散热散得很慢，要很久才能彻底凉下来。所以就是说夏天像这些电器啊，就是你不是非要用的就尽量不用，就是当你在热的受不了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们都关掉，它会减少很多热量的散发。我们这个电视有点大。但是还好了。那我们不用电视呢，当然不是因为它发热厉害，而是因为平常我们做饭啊什么，这个台面上会放很多东西。对，我们就基本上很少用这个电视。对，除非就是我们想看电影啊，有什么我们才专门把它打开，对，使用一下。对，像这个烤箱真的是可怕，虽然它不是电器哈，但它烤箱就不说了，发热严重。就烤箱我们都用的很少了，已经不算很多了。就是这个做饭，还有最重要的点就是做饭。对，每次做饭的时候，屋里边温度就会唰唰上涨。就是所以你就是别人说就是夏天你能在室外做饭，尽量在室外做饭。虽然室外也很热，但是你的热量不会存留在室内，给你造成很大的负担。就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今天做饭，昨天做咖喱的时候，屋里的温度就从这个25度就一直上升到27.5度，就在这个附近的。也不说其他地方，因为我在看这个，所以就是温度大概在你做一下饭1个小时的时间，它能上升2到3度。然后我们要打开这个排气扇，对，就把排气扇然后换气扇全部打开啊。还有夏天，你看，说到这排气扇，你看跟冬天一样，我们把它封起来。但你像我们还是经常在室内做饭，就有些比较讲究的吧，他们会再带一个电磁炉，电磁炉它会散发更少的热量。所以夏天用它做饭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比明火要好一点。那我们这边配备的这些抽风机啊什么，已经把热量很快都尽量抽出去了，能稍微好一点。就我们上一个房车 Winnebago 它是没有这个抽风机的。那当然还好，我们没有夏天用，那不然夏天用应该会很受罪。对，但是而那个房车很小。我感觉这个抽风机好像效率也不是很高。是个大风扇啊，它当然很吵。它很吵。那有总比没有强。但反正就是夏天嘛，就少做那些特别热的，用火时间比较久的东西喽。对。我们带了 Instant Pot，用它做一些食物就会好很多。但它也热，我们摸它烫烫的。但它你要排气，它都可以抱到外面排气。对，用它炖煮，然后抱到外边排气就好。毕竟它不会像明火一样这样唰唰的增长热量嘛。好了，没错。那电器和做饭这一块就说到这儿。好嘞。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室内的隔热呢，就是这些窗户的密封。这个房车最不密封的地方就是其实是这个窗户。这个窗户呢，冬天冷，夏天热。冬天你这儿冰凉，你能感觉这个风就往进渗。然后夏天呢，你摸这些框全部都是烫的，你手放到这儿，你都能感觉到温度袭来。所以呢，我们就是把屋里的所有的就尽量把这些最大的窗户，你看这个，就整面都给它封上。这扇窗户面积比较大，我们就直接选择封起来了，整面封上。然后你像这一面比较小一点，我们就还留着，然后作为观景啊什么的窗户也还行。其实你看房车，他们本身已经做了一些隔热了。你看这些帘子的背后，它其实都是有那种涂银的那种涂层，对，因为阳光可能光线看不太清。所以我们这个黑色的帘子拉下来之后，帘子的外侧和内侧都不是一个温度。对，它是能隔绝很多热量的，但是其实还是不如那种你完全把它密封起来效果好一些。它已经很有用了，但是因为它本身这个帘子四周是不密封的嘛，那个热量还是会从四边溢进来。对，所以我们就选择用这个 insulation 直接给它全贴上了，全部封上，这样夏天效果很好的。本来这面窗户就很热，我平常坐在这里工作，你就每天都能感觉到热量进来，但是现在就完全感觉不到了。而且你把它拉下来也不耽误美观。对，
我们其实就是对于这种比较大的窗户又不想留着用来观景用的窗户，就等于说加一层 insulation， 然后再把这个帘子给拉下来。你像我们封上一面这个窗户，然后卧室的那项大窗户，那个没办法，那必须得封上，要不然太热了。对，就是卧室车头那一块一个观景窗封起来了。然后卧室这边这一扇窗户也是封掉的，就是靠近这边也是有一扇大窗户，就是卧室不被没有阿宁遮的那个窗户，没有遮阳棚遮的那个窗户，对，把它也封起来了。然后这一扇呢，是因为这个房车它没有那个隐私帘，我们就门有一些房车这儿还有一个小帘子，对，就我们原来房车有，但是它有个很 bug 的点，就是那个门在外面中间挡那个纱网，你每次必须得下到外面去把这个关上以后，你站到外面才能把那个打开关上，对，就很烦。因为这个纱网你碰不到外面那个帘儿，你要把2层门分开之后，在外面把那帘拉上，再全关上，就很麻烦。我们直接就用 insulation 把它封起来了，这样你能小窗户我们也不用它干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封了这些，就是顶上的这个各种排气窗。排气窗在后面说这个，我们车里一共3个排气窗，这个，然后厕所和卧室，厕所没有封，因为要排气，所以就还留着。然后卧室的也封上，平时。但是它是可以打开的。对，它这就跟我冬天推荐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冬天也用它。冬天用来保暖，夏天用来隔热，对，很好用。因为你就能感觉这儿是热的，然后但是你把它封起来是凉的。对，是这种深色的。然后像我们这个车呢，它这儿还有2个这种晴天窗。有些车只是在厕所有一个，但我们这在客厅还有一个。就是本来有它的话，我们到一些地方就是白天不用开灯，车里很亮。对。但是夏天它就热的不行。它这儿晒得特别厉害。然后，所以我们就它自己也有个这个帘子，但是不管用。对，这个帘子远远不够。这个帘子的材质跟它只是个纱帘，它还不是不是这种跟这些窗户不一样。它只是一个薄薄的纱帘，有黑色的颜色而已。所以我们就放了 insulation， 然后平时再把这个黑帘拉上，这样它这一个晴天窗就不会进来太多的热量了。然后卫生间那个呢，我还留着，因为它是掏出来，然后让高个人站里面能洗澡的，所以我把它留着，要不然它就挡头了。对，所以反正就这种排气窗，我们就是用这一个东西可拆可卸的这个盖子比较方便，需要排气的时候再把它拉开就好了。对，这个每次做饭的时候就把它这样打开就好，然后把它开。对，这个很推荐。所以而且有些人你们就是在没有那个在高山露营的话，可能夏天没那么热，但是又没有负荷高，你不能开空调的情况下，有些人需要把2个排气扇，卧室的和厨房的2个都打开，让空气对流，这样你用这个的时候，它就可以继续使用了，不至于说你把它完全封上以后不能使用。好了，那这就是窗户的排气的一些处理。对，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房车的这个储物柜，你看把它打开以后，我就感觉这里面其实是比外面热的，所以就是有些房车你如果明显感觉到隔热不好的话，你可以在这一面墙上也贴上 insulation。这儿贴上 insulation 的好处是什么呢？并不是把热量，就是把外面的热量能隔绝到外面，然后里面的凉气进来以后，它也不会很快的散掉。所以将里面的凉气保存得更好。是的。然后夏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特别热的地方呢，你可以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储物柜都打开，都留开缝，让这些凉气都灌进去。所以这样子，它里面的东西，你像我们有些食物什么在里面也不会闷的。就我觉得这个看情况，如果你这个柜子里放的只是一些不是食物那些不怕热的东西，你可以就把它关上，不用打开它。这样就把那些热气就隔在里边就算了，也不让它进来。但如果就像我们这是厨房上面的储物柜，上面是放的有吃的，我们不想让它温度太高，那我们平时会把这个门打开，这样屋里的凉气会进去。我会留一点缝嘛。一般我会留着里面这个打开，对，让它要不然每一次开柜子会明显感觉到里边是要里面很热个感觉都能有1-2度。对。所以就看你里边放的什么。
对，拔掉。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冰箱的使用。这夏天的冰箱，一个是它会发热，它的热量都集中在背后，就房车的背后。然后房车的背后有个专门冰箱的那个散热孔。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看在里面这个冰箱，就一定要注意夏天的时候冰箱不要装的特别满，装的满的话它会一直在工作得很累，而且它温度降不下来。它一直在工作，那它就一直在发热。对，热量会散热很大，发的很大，而且它里面温度还降不下来。这就是大概打一个60%，我觉得是对它工作最舒服的环境。不要太满。如果你真的是有装特别满的需求，你还可以给里面上面冻一些冰盒，然后放到底下去一起帮助降温。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沃尔玛都有在卖的这种叫小冰箱小风扇，它是帮助空气里面的空气在流转，也会帮助它降温。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是12伏的那种类似于家用冰箱的那种，他们叫 residential refrigerator， 就是家用冰箱，所以它的降温原理和那种一般的房车的那种用丙烷的用气罐那种降温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些有散热片的，它发热更厉害，所以就是千万不要打得太满，像那种。而我们这种就是你看都是它其实是冻箱和这个底下的是分开的，明显感觉上面就是会更冷一些，也不会说不够用。那有些人上面就是等到热的时候，它上面就已经完全的不制冷了，就是冻不起来东西了。对，这个整体就比较像家里的冰箱了一些。对，就用起来感觉。所以我对冰箱的这个散热倒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感受。没感受。那你没注意过，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在华盛顿嘛，还在那儿最热那几天，就是而且那时候冰箱装得很满，我就手就放在这边，你就能感觉到这冰箱这后面它在一直散热气，就发热。你现在你摸都能摸到一些，从边上溢出来。这儿是温的。冰箱这儿是温的。看来以后还是不能装那么满呀。对，所以就是你看它，我现在只是开到了这个，没有开到最高档的所以就温度还可以。我那几天就已经开到最高档了，因为装太满了。我们有时候确实好不容易到一个有中超的地方，就会疯狂买很多东西。但是还好，我们在皮卡后边有那个另外冰箱。对，有 ESCO 的那个。对，ESCO 那个大冰箱。我们上一次就把很多买的冻的肉啊什么的都放在那边。冻的肉，然后那种煎饼、冻的煎饼啊什么的，一大堆冰棍儿，全都放到那边。开冻箱分流一下，要不然这边一个是不够装，一个是这个冰箱确实需要更大的功率去工作，散热更严重，屋里更热。在房车的外侧，这就是我们所知道一些经验，能让大家在夏季的房车内更舒服的生活。如果你也有其他的一些经验，也请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赞、收藏、转发，一键3连。让我们下期再见吧。